乐生活省钱好丢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乐活好丢。随着气温的下降，美国多地是接连发出了紧急的预警啊。最近1个月以来呢，一些医院的发热门诊的接诊量增加了几倍，甚至呢有专家警告称，新冠、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目前都在传播。那么美国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3重疫情。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，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恐慌。那么生病呢，也不太敢去医院了，就怕感染病毒。所以呢，平时可以在家里备上一个小药箱，不方便去医院的时候呢，是真的有用的。在美国大致是有2大类的药物处方药和非处方药。那么在美国要买处方药呢，购买时必须要持有医生的处方。但其实呢，像一般的感冒、咳嗽这种常见的病呢，我们用非处方药就可以解决了。而且呢，这些非处方药在普通的药店和超市都能够直接的购买，像 CVS、沃尔玛这些地方都有销售。CVS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药妆连锁店成立于1963年，那么拥有1万多家分店，所以呢，你在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他们家的招牌。那今天呢，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 CVS 连锁药店里的家庭常用的非处方药。首先是 Advil 的止痛消炎药，这是 CVS 药店卖的最好的消炎药，是布洛芬的一种，同时呢有消炎的效果，那么属于非抗生素类的消炎药。这款止痛药呢可以暂时的缓解头痛、牙痛、肌肉酸痛、背部疼痛、关节疼痛等轻微的痛症也可以退烧，通常呢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见效。在国内呢，牙疼一般呢都吃这个甲硝唑效果非常的好，但是在国外的话呢，貌似是没有这种东西的，所以呢一般呢会吃 Advil 的比较多不过其中的布洛芬的成分呢可能会引起胃部的不适、烧心等等，一般会建议在餐后来服用。下面我们来看一款美国医师协会非常推荐的感冒类的非处方药这个 Mucinex， 针对咳嗽流涕、鼻子不通祛痰方面是特别的有疗效。那么它有多个版本那么成人12小时的这个镇咳止痰的系列，能治疗从这个咳嗽痰多到胸闷等等的症状。蓝色的版呢，主要是成分是这个愈创的甘油醚，那么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肺脓肿、支气管的扩张和继发性的哮喘等等的呼吸道疾病。蓝色款主要的功效呢是化痰，并且舒缓由于积痰而引发的咳嗽。那么这款的含量呢是1200毫克，是市面上比较高含量的版本。如果咳痰严重的话呢，可以选择这款；症状稍微轻微的呢，可以选择含量低一点的版本。那么绿色的版本呢，在原版的基础上呢，加入了中枢性的镇咳药右美沙芬，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而发挥作用。长期使用呢是没有耐药性和成瘾性的，止咳效果也会更加的好，能够缓解胸闷、咳嗽，效力会达到12个小时。Delsum 是最有名的就是止咳糖浆Delsum 的止咳糖浆的主要成分的有效成分呢是中枢性的止咳药右美沙芬，那么搭配了 Delsum 专利的缓解的配方技术，能够快速的起效，并且持续12个小时，适合干咳以及咳嗽的症状。Delsum 旗下的止咳产品是非常齐全的有止咳糖浆、止咳水，还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止咳糖浆，各种的口味很受欢迎。成人每12个小时服用10毫升，那么6到12岁的儿童呢，每12个小时可以服用5毫升，在用药前呢需要摇匀。下面是拜耳的解热镇痛药，含有阿司匹林的成分，所以能够快速的缓解鼻塞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、身体疼痛、喉咙痛等等的症状，并且呢可以作为退烧药和止疼药来用，对感冒引起的中轻度的疼痛和不适也是非常管用的。有人可能会质疑一点小小的感冒就吃有退烧成分的药是好事吗？其实上呢，这个美国人一有感冒症状都会吃这样的药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副作用太大之类的事情。Tylenol 的感冒退烧药Tylenol 的中文叫泰诺，那听一下是不是感觉瞬间就熟悉了它是国内最常见的感冒药，也是美国居家必备的药品之一。有效成分呢是对乙酰氨基酚不刺激肠胃，具有很好的止痛效果，可以缓解头痛、牙痛、经痛，还有这个感冒发烧引起的关节痛。泰诺最常见的呢有2种剂量，325毫克一片和这个500毫克一片，甚至呢还有一种专门针对关节痛的650毫克的片剂型。那么大家购买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看包装上的字样，确保买到正确的剂型。那么成人及12岁以上的儿童呢，一次是用1到2片，那么隔4小时来服用一次，最大的剂量一天不可以超过4000毫克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买的剂型计算一下每天最多能吃几片。
冬天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，所以很容易发生口腔溃疡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款口腔溃疡药。口腔溃疡的这个英文叫做 canker。那么国内的口腔溃疡最有名的这个药叫做易可贴。那么主要的成分呢是醋酸地塞米松，而这款Dantec 的口腔溃疡贴片呢，有效成分是薄荷，它没有副作用，可以舒缓口腔溃疡带来的不适凉凉的，贴上去是特别的舒服，2天就能缓解。如果你的口腔溃疡是比较严重的话呢，可以来买这个 John Hums Canker-Rig。那么即时舒缓口腔溃疡的药，能够有效的止痛，效果呢比 Dantec 贴片呢来得更加猛烈一些。最后我们来看一款过敏药。来到美国之后呢，很多朋友都会慢慢开始有一些过敏的症状。那么过敏呢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的进行治疗的话呢，会大幅度的降低生活的质量。这款 Fronos 的这个鼻炎喷雾能够缓解由于过敏引起的鼻塞、流鼻涕、打喷嚏、鼻子发痒、眼睛发痒以及流眼泪的症状，只需要轻轻往鼻子里面一喷就可以杀菌止痒，那么效果相当的明显。它没有嗜睡的副作用，也没有添加酒精。成人以及12岁以上的儿童呢，第1周使用呢，每日是2次，1周之后呢，每日是1次。如果觉得药效不够，那么恢复到2次。建议呢，不要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以上，否则呢，会对人体的副作用会比较大。虽然 CVS 被称为连锁药店，但是呢，与国内的药店不太一样。除了药品呢，它还售卖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包括了食品、书籍、日用品，还有化妆品等等，类似于国内的便利店。而且呢，一般呢都开在社区当中，与住户的这个距离很近，购物非常的方便。那作为常用的便利店呢，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它的省钱妙招。首先呢，你要去办理会员。那么 CVS 呢可以免费办理会员，并享受2%的返利。那么 CVS 的会员项目叫做 Extra Bucks Rewards。那么可以在网站注册，也可以去店里注册。注册完呢，这个普通会员呢就会收到一张 CVS 的会员卡，里面呢会有一些打折的商品或者是特价的商品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每次购物都能够获得2%的返利。第二个呢是可以订阅 CVS 的邮件。那么 CVS 有时呢会将优惠券发送到邮件里，时不时的查看一下呢，会收到意外的惊喜。那么还有就是下载 CVS 的 APP， 每周呢 CVS 都会出折扣信息，可以直接在 APP 上查看，这样呢就不用跑去实体店拿了。不仅如此呢，在周末 APP 上也会提前放出下周的折扣信息。第三个就是要使用优惠券的机器。那么每一家的 CVS 店内都设有一台优惠券的机器，它的用处有2个，一个呢是查看商品的价格，第二个呢是打印这个优惠页的优惠券。在机器上呢刷会员卡就会得到若干个 CVS 的优惠券。那么分常规和特殊2种，常规的呢每天可以刷1次，每周最多刷7次，一共能拿7张优惠券，每张的有效期呢是7天。第4个是要善于累计 Extra Bucks 的。这个 Extra Bucks 呢是这个 CVS 送的钱，在这个店内消费相当于是现金。Extra Bucks 的过期日期和店是有关系的，那么长则3个月，短则14天。那么 Extra Bucks 是一次性使用的，不能保留余额。比如说举个例子5刀的商品用1张10刀的券呢，剩下的5刀会作废。但是呢 Extra Bucks 不能是用来购买彩票、烟酒、礼品卡还有处方药等等的商品。其实 Extra Bucks 的使用几乎是等同于现金，这就意味着使用这个来结账的话呢，是可以参加这个它2%的这样的一个返利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 Extra Bucks 就可以实现滚动的效应，一直在积累。第5个呢，就是要收集使用非 CVS 的优惠券，也就是 Manufacturer Coupon。那么 Manufacturer Coupon 呢，是由品牌厂家发行的一种优惠券，有2种方法呢是可以收集的。一种呢是网上打印，比如说通过 coupon.com 的网站进行打印，或者是通过厂家官网进行打印。第2种呢是邮寄到家的 Manufacturer Coupon， 那么例如是宝洁的。那么关键呢是在于报纸来了大家都不要着急扔掉，可以先把优惠券挑出来。第6种方法呢，就是叠加2种优惠券CVS 的 coupon 和 Manufacturer 的 coupon。那么每件商品最多可以用1张厂家的优惠券，1张 CVS 的优惠券，这样叠加下来，其实价格也会相当的划算。第7点是适用于还没有使用过 CVS 线上平台的朋友。第一次呢，在网上购买呢，在实体店自取可以获得10到15美金的这个折扣。那么 CVS 会提供商品准备就绪的提醒，以及把商品送至客户的车上的服务，非常的贴心。但是要保持 APP 和邮件都是打开的。
最后一点呢，适用于喜欢在 CVS 购买美妆产品的朋友。CVS 的 Beauty Club 比普通的会员更加的高级。加入这个项目之后呢，每个月在 CVS 累计购买$50的美妆产品呢，都可以获得$5的返利。那么$50呢是按照月累计的，下月会自动的清零，那么系统会自动的累计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，不要忘记关注订阅洛城焦点频道。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。下期见。